别赚一想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主公小米。到小区干点活，拉这个车走2里地，只因小区不让停车，地库不是送货的车免谈，拉着工具满大街跑。走着走着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今天的活是安装一个投影机，安装一块幕布。这是吊装挂架。前期装修有考虑装投影机的，一定要提前考虑好。在吊顶的时候呢，可以让木工师傅把木板预埋好。安装投影机如何确定一下位置？首先要量一下主机，然后我们后边呢要把这个主机的电源线插上，量一下电源线的长度，不然等你装好之后，这个线肯定给你爆个雷。客户家安装的位置呢，里面已经预埋了木板，所以我们安装吊架是很好装的。取一下客厅的正中心。刚才测量主机呢，就是为了固定底座，找位置。提前预埋了木板，这个活就是这么好干，4个螺丝直接固定。这个杆是可以升降调节的，中间有一个穿线孔，这个线呢从上边穿下来，从这个穿线孔放出来，把杆固定上去。高低调节呢，可以根据我们实际的使用情况调节，用手锁紧就可以了。这就拉不起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固定主机了，主机可以倒着装，这里有一个吊装孔。下边固定的这个螺丝呢，大家应该不陌生，有用过支架的、直播的也好，或者是拍摄的也好，很多设备上都有这个螺丝。这个球形万向头呢，根据我们的需求可以随意调节。当我们的机位调整好之后呢，可以把它锁紧。通上电，我们的主机呢基本上就安装完成了。这个现在可以投屏了。因为主机是倒装，所以要用遥控器设置，把它图像调过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是组装幕布。最近这1年，感觉用这种布的比较多，用升降的越来越少了。操作之前呢，把地面清理干净，防止有东西把布划破。还好这个厂家不错，带了一块整膜，那么我们可以铺在地上。这个活也不是网单，这是我们当地线下的一个店面。4个合金框架用组合角组合起来，这是它的所有配件。这4个呢就是它的组合角。安装拖拉门和窗户的对这个东西不陌生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组合方式。找出固定组合角的这几个螺丝，装好组合角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几根纤维杆穿进去。穿好杆，接下来我们就能挂弹簧挂钩了。挂弹簧钩，我们可以从幕布的4个面的中心开始挂。干这个活呢也要小心，避免伤了幕布，伤了这一块布就废了。看似简单的一个活，绝对不轻松。就现在这天气，干完绝对都是满头大汗。挂好弹簧钩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外边框装上了。各大厂家生产出来的都不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都相差不多。没有经验的一定要先预组后安装。幕布就组装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定位安装的位置。100寸的，长度为2.24米，在客厅背景墙的正中心找一个中心点，我们以这个点来放线，以背景墙做中分，和上面的筒灯刚好对齐了。接下来就是让客户看一下高低的位置，哪个效果最好。最终确定安装高度，地面到底边安装高度为70厘米。安装挂片，这和我们平时挂画呢相差不多。中心线已经放出来了，确定好高度，以中心线向两边呢扩展80、90，甚至100都可以。干个活和装灯的师傅交叉作业了，安灯的师傅正在走灯带。挂片的2个长孔就是可以调节高低，打孔呢是用8毫米的钻头，
打孔之前呢，找个塑料袋粘个带子，这样打孔的灰呢全部都收集起来了。墙是亲子砖，这打孔可省劲儿了。两边的挂钩调整平整，幕布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活儿还没完，接下来还有4个音箱，把4个音箱要装一下。音箱的卡扣设计的非常好，这样推进去，对着孔穿进去，只要螺丝一拧，它那4个扣就打开了，同时压下来，刚好顶在石膏板上。面罩是磁吸的，客厅的4个角一边一个，这样看电影听歌那声音老爽了。这里是连接主机的位置，线都在这里。今天本来早早就能干完的活儿，被这个音箱的主机折腾惨了。这个墙上没的底盒呢，全都是问题，被刮腻子的师傅挤变形了。为了弄这个底盒，里外的刨都刨成不像个样子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还在接线，谁都没有注意到底盒，其实底盒已经变形严重。接好线呢，准备要推进去的时候呢，才发现问题。本想的是推进去，螺丝一固定，这活就结束了。没想死活都进不去，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来都变形了。最后把4个面全都刨了一遍，刨的过程就忽略了吧。现在终于是装上去了，不过油工要过来重新再补腻子了。给人家刨成这个样子，不知道油工来了会不会被骂呀？还好，顺利的开机了，把所有的线呢都插好，整理一下，进入最后的调试模式。客户家的窗帘没有装，正值中午，看这个画面呢不是太清晰，只能临时发挥一下我的想象力了。客户家的纸箱子全部都堵在窗户上，最起码遮掉一点光呢，我们调的时候就好调了，4个角都能对得齐了。现在这条件要想看大片，那必须得晚上来了。4个音箱都测试了，都能响。安装完毕，这也是业主期待的效果。放一首邓丽君老师的歌，结束今天的安装。